窥了这个角色的所有剧集，赵露思是如何将成演成白凤熙的。世界级导演赵露思在与演员合作时，想提醒演员们自己的说法。被誉为世界级的，他的名字是导演的代名词，标题是危言耸听，并不反映演员的价值，反倒是为了凸显赵露思饰演的配角的实力。没看《试探世界》之前，我觉得白凤熙在片中的表现一般，不过她在玩群星璀璨时却超越了自己。电影中的2个角色都机智而聪明，但他们看不出有什么不同。由于演员伪装成2个不同的角色，人们认为这个角色是由2个不同的演员扮演的。我相信演员还没有完全意识到他的性格正在超越角色的界限，并根据他过去的表现来表演。扮演次要角色的演员仍应被视为表演者，他们的表演定义了气氛、情节和其他演员之间的差异。化妆和衣着对于创造可信的表演至关重要，因为对于演员来说，努力练习是必不可少的。演员按照他们故事的顺序来描绘他们的角色，这些故事后来被编辑以匹配故事的顺序。最后，观众感知到的成品是为了反映故事的主线，这是需要演员表达情绪的不同拍摄地点和场景所必须的。在表演故事情节繁重的戏剧时，需要情感投入和缺乏分离。这可以通过理解角色、为每个自角色设计表演方法，以及确定与其他演员表演是否能引起兴趣来实现。高水准的表演是一种自然的投入状态，没有任何操纵的迹象，观众觉得这是演员神一般的演技的体现。这可能会产生一种错觉，即一个演员在情感上与特定角色有联系。看电影之前，相信老潘最好的电影是费振翔的《龙岭迷宫》。我也相信星星不会是一部烂片。老戏骨加分让我觉得男女主角没有共同的认知问题，身高差也不超过161到182厘米。我认为这2个演员在电影中会有表演问题。吴丽骨瘦如柴，演技欠缺。不管赵露思怎么演这个角色，她都觉得演技和白凤熙之前的《让我们试试世界》一模一样。2者之间的差异很小，只是妆容不同，角色设置不同。然而，这2场表演几乎没有情感上的融合，结果演员和他们的角色感到彼此疏远。他们忽略与反对演员的任何对抗。此外，他们穿着适当的服装并使用适当的礼仪。哪怕是现在乘坐马车的女性，和侠客比起来，她还是逊色不少。在这种情况下，演员在扮演 and 或 star 的角色时会本能地模仿女主角。然而，他们未能观察到戏剧性骨骼在身体、音调和坐姿方面的差异。相反，他们偶然使用了相同的表演方法。分析戏骨的欲望让我忽略了很多演员的演技不足。这些无能源于他们的演技路线的诸多问题，以及他们的演技薄弱。我通常不喜欢在图像中使用过度平滑和微经焕肤的古装剧，我更喜欢具有自然牙齿的图像。最初，我需要忍受观看几集，然后再与观众讨论这个节目。只有当观众对节目的演员提出建设性的批评时，表演者才能提高，而不是固步自封。对于吴磊的童星出道，印象最深的还是肖飞流在话剧《琅琊榜》中的表现。而这部剧的主角是一个太瘦有灯光问题的年轻将军。它的整体外观呈现出柔和圆润的外观，从各个角度显示出锋利的边缘和坚韧的边缘。他要成为一名优秀的演员，还有很长的路要走。考虑到他在许多不同的戏中扮演的角色，赵露思感觉就像在网上引起了1000人的轰动。他的表情很懒散，不能在戏剧中适当地表现出紧张感，而且作为反派通常不会投入太多。当他扮演失败者的角色时，他的表现也很尴尬。虽然看对手的眼睛很多时候也是马虎的，但因为表演中所蕴含的感情，让观众有一种无力感和苍白感，这让他们意识到演员的演技有多棒。相比之前的演戏，他的演技并没有明显的提升。未来潜力巨大的年轻演员仍有很大的增长空间。成熟的人才值得尊重，有效的表演技巧将赢得观众，无论交通状况如何。据我旁听了解，吴磊被胡歌在这部电视剧中的演技迷住了。
没看过这部剧，反而爱上了萧飞流。这句话说成和白凤熙的演技是一样的，因为不管怎样，演技都是重点，不是角色。赵露思没有明显的角色变化，说明她在这部剧中没有明显的弧度。赵露思演技的迷人之处在于她有缺陷的表演中所表现出的情感复杂性。不同的表情、茫然的眼神和空洞的眼神，描绘了她内心的挣扎，同时展示了戏剧性的转变。她的台词没有精致的表现，而是笨拙而平淡，没有任何表情。她的台词功底不可靠，眼光敏锐的人很容易辨认。另一个明显的责任是，他正在建立一个不安全的表演区域，可以通过屏幕将侵入性提示应用于观众。他的童话也是肤浅的，尽管缺乏特异性，但在任何角色中都表现出相同的效用。通过他在每个角色中都感觉相同的人工直觉，可以在任何角色中猜到他的脸。程少上和白凤熙演技精湛，没有必要大声列出每个不良性格发展或表演的例子。对于老草表演的各个方面，已经有太多事例无法列出。比如白凤熙身受重伤，程少上被军棍殴打，观众很容易理解。尽管如此，赵露思可以面无表情，也可以面无表情。这样做会让观众难以产生共鸣，也让她的演技失效。在特定的时刻，赵露思的眼中流露出迷惑不解的神情。透过画面，她无法传达人物内心的想法。另一方面，虽然通过银幕感知到观众与演员之间的距离，但精力充沛、能言善辩的对面演员却无法驱使实际上是对面演员的赵露思。在《雨和星》中可以看到很多类似的场景，爱情在工业田未济的阴霾中绽放。然而，缺乏女主角的情感被证明是令人遗憾的。这部古装剧的主角是一个让人想起东北女孩的英雄，而在后台发牢骚，男主试图表现出洒脱的性格特征。尽管有这些相似之处，这部剧仍然在男女主角之间提供了充满希望的浪漫。他的自以为是和优越感使他相信自己在表演时很出色。他不了解自己的演技，因为没有人宠坏过他。他没有努力理解剧本就接了剧本，并且为角色做的准备工作很差。然而，盲人粉丝却无视观众对他表演的分析，因为无言以对，将其贴上差的标签。自己看不懂，不要怪作者看不懂文章。Capital Market Money 喜欢依靠交通标志来扮演角色。他们看重的是交通标志可以带来的可观利润，而不是他们出色的演技所选择的角色。的确，现代的流量明星真的能演戏吗？观众对此心知肚明，但粉丝们却继续盲目地追逐自己的偶像。为什么？因为这样做是粉丝的事。粉丝们相信带上自己的过滤器可以让他们成为生意，但路过的人可以对此有自己的看法。暴民用他们在我的戏剧评论后面发表的演讲攻击我，他们没有仔细阅读剧评的分析并做出反应。杨洋新作上线，官宣时间意义重大，阵容强大，让人期待。9月2日，另一部作品的拍摄引起了网友们的关注。这是杨洋的电影《明日再增援》，该节目是一部以战争为主题的作品。经过几年的准备，拍摄终于开始了。编剧是刘和平。这个名字听起来很熟悉吗？他的作品大家可能比较熟悉，比如《大明王朝1566》《雍正王朝》《北平无战事》等。他是电视剧《晋》的编剧，导演是张扬，大家应该都看过他编剧的赵本山主演的黑色喜剧《离夜归根》，演员阵容也很强。除了杨洋，还有于和伟、王劲松，一个是白玉兰奖得主，一个是国家一级演员。而且还有尹芳、万茜、李光洁等一批实力派演员。该剧主要讲述了1944年的衡阳保卫战，当时中国军队以18000名士兵和4000多名衡阳农民工与11万日军作战。在没有援军单独守城的情况下，国民政府命令守军待命，等待援军。最终，衡阳卫士坚持了47天的奇迹。9月2日上午8时59分，文章称这场战争对得起国家。这一次如期而至，敬请关注，并发布了第1张概念海报。概念海报中整体色调以红黑为主，哪怕是一个简单的概念，依然能看出这场战争的残酷。
浓烟和火药在飞舞，让人仿佛置身其中。9点21分，官方微博也发布了第1条通知，称他们过去在山河中孤军奋战，今天一定要全力以赴。与海报风格相同，战场以动画的形式呈现。有网友可能会觉得节目太疯狂了，一点都不卡，离9点还有1分钟。这可能是故意的。熟悉历史的网友可能都知道，1945年9月2日上午9时，标志着二战结束的正是日本投降签字仪式。8点59分的官宣，也可能意味着下一刻就是敌人投降的时候了。而这点从公告发布的时间也可以看出。网友们可能不明白为什么是9点21分而不是9点30分，那是因为1921年是我们党诞生的那一年。我真的很喜欢这个小细节，到处都是隐藏的秘密。9月2日还举行了开幕式，杨洋也作为主演出席了开幕式。他身穿白色 T 恤和黑色长裤出席活动，他长得非常好看，与于和伟等演员亲切交谈。突然有点期待他出现在大银幕上。据了解，这部作品预计将在1年内完成拍摄和后期制作，这意味着该剧最快可能在明年上映。只是现在还不好说，先期待杨洋的其他作品吧。最后，祝杨洋拍摄顺利，早日完成拍摄。